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是来自于河池对包王啊，这个对拼非5强，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老说，哎，你看小狼你做个视频用8朱鹤，什么8朱门，什么8鹤马，就能不能来点有新意的东西呢？这一次啊，是抛去了5强，也就是2神3兽。这5个人呢抛除之后呢，剩下的啊你可以随便选，比如说小5强或者说是非主流啊，你怎么选都可以。那么这样的话，1批呢是河池，2批是包王，3批是小狼，群批是大家，有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比赛呢现在也是正式开始。其实包王跟河池的比赛，小狼已经做过不少了，但这2个老婊子吧，这2个好基友啊，实话实说啊，他俩是每次啊都能碰出一些非常激情的火花，而且鸡还是那个基本的鸡啊，这当然是鸡，不是鸡巴的鸡啊。当然这个咱们看现在啊，当然这个比赛呢，咱们可以看到啊，河池首发特瑞，然后呢草剃和这个板丘利，而包王呢选择小5强3人组。小5强3人组呢有一个大门作为主力，玛丽呢也是以前包王用的，红丸呢作为一个这个1线顶尖啊，基本上红丸都是比较给力的。但是呢，刚才呢是一个直接走动的钻裆，咱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显示，这个特瑞玩的很聪明啊，你可以看到走动钻裆，打对方空中起跳不敢出招落地，回身逆向下盘3连，直接跟上能量冲撞跑动的升龙，直接结束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呢，小狼要说啥？河池的草剃啊，也是他的一个主力。当然，这个主力呢，跟龙2和8神可能还稍微的差一点点啊，就差那么一点儿。但是作为偷袭或者说是像打那种抢的比较少，或者说你像这种啊，对方也没有主力，只有一个大门，像这种情况下，这个草剃啊发挥的就会非常的出色。当然，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啊碰撞起来非常精彩的画面啊，包括包王也有一些这个草剃的这个经典发挥。咱们接下来呢也是拭目以待。好的，咱们看一前冲跑到自己家角落里面，对对方放了一个架招。草剃呢起身的时候呢是打了一个重攻接，然后被晃了一下，起身又是打了个玫瑰。这玛丽呢这一局打的其实还是很巧的。现在草剃组织进攻，前倾腿打蹲防，好，哎，没有跟第2式。咱们可以看一下刚才玛丽呢这个小架招，这是轻腿的架招，然后呢起身是重腿架招架对方重手。像这种情况呢，因为对方并没有指令头，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架招呢打那种乱动的人啊是非常好使。尽管呢这一局河池是行者，咱们看这个有意思啊，这个鞭尸一个天地反摔死对方之后呢往后拉几步，然后下轻手马上一个反摇前腿的跟这个里头，这样的话呢是形成一个鞭尸。好的，前冲跳抓，第一局啊，这个河池他并不是全都是像这种啊，这像什么小5强组的特瑞草剃，还选了一个板丘利这个人物呢，我只能对他说啊，这个你可能选错对象了，毕竟这个包王也不是等闲之辈。咱们看现在踢一脚想让仙人跳腿绊过来，现在爆气的话能抓住一个超必杀，那机会就是非常多了。咱们看现在一个残血，只要大门一个重攻接，现在就一个轻攻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非常的悲剧。忍一下前冲偷下盘，再推下轻手，大门打的也是不慌不忙，这样的话比分来到0-1。其实这一局呢，河池我觉得他输就输在了对方大门这么强势的主力出场之后呢，他还选了一个板丘利，这就是非常郁闷的。你看这一次果然他也是选择了这个小5强，这一次呢是换上了红丸。那么这样的话，看看包王他还是红丸首发对抗对方的特瑞。咱们看现在，好的，这边包王首先突袭打了一个跳 CD， 而且呢趁着对方没有气的话连续的磨，这个反摇 C 在对方没有气飞角落的时候，怎么磨都行。但是一旦在角落里啊，就包括反摇 A 也要小心一点，尤其像这种带位移的这个技能，比如说像能量冲撞这种带往前冲一下带位移的这个招式啊，有的时候啊虽然说出招可能感觉非常慢，但是毕竟呢有的时候非常好使，而且就算出的稍微再晚一点点，两个人相杀，这样的话呢特瑞还能被对方普通攻击打一个硬直，然后马上继续追击。但是这种情况下在实战当中啊遇见的也不是很多。好了，来 Dinky 再磨一下，这边时间连续的贴，最后呢特瑞非常聪明啊，你看啊他连续被角落里被对方磨，然后打站轻腿之类的招式。这个特瑞呢非常聪明，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踢我可以，你踢我一个轻攻击无所谓，但是我呢我打你个站重手，
你可以看到最后那个战重手啊，两个人相杀，那最后呢，特瑞呢是获胜。不过呢，刚上来就是被对方一个战轻手封空，然后打一个升龙夹下来，再一个前跳地打蹲防。这个前跳地呢还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也不危险，因为对方呢是没有指令头，所以说某种情况下呢拼一下也是可以的。好的一个回身震落 ，AB 闪身打反身位。下盘2点并没有跟斜下重腿，而是再进行压制。好的，这个跳重水，这个跳重手挥空打得非常有意思啊！跳下来啊，这个很多人说小狼，你看最近你这个口活不太好啊，可能最近呢这个嘴有点瓢，可能这个适应不了这个水土啊，可能一直在上海，现在回东北了。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可能是这个传说中有一个人在跟我烦啊，有一个人在跟我烦啊，395啊，是吧？好的，刚 CD 过来。下盘2点，好的一个无视的必杀，时间还正的卡在了这个位置，但是一个架招过来，时间对草剃是不合适的，在3秒钟的时间，草剃呢果断是前冲想要追回来这点血量，但是呢无奈对方是一个后跳地。其实呢，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呢我觉得基本上像包王，这就是这种打法的这个鼻祖了就是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好的，这样的话，尽管玛丽呢还是解决掉了特瑞以及草剃的威胁，但是面对对方红丸还是稍微差一点。不过呢，就咱们排位的这个情况下来看呢，大门呢是排在红丸之上。恰巧呢，如果要单挑的话呢，红丸打大门也不好打。不过呢，凡事都有原因，咱们可以看到这是利用一个98的经典式打法，下轻腿3连接升龙重腿。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把对方直接打出这个打倒地，因为你像你反摇 A 的话就不能倒地了。咱们看看，给了一个机会。重手没有接头上符，而是直接选择了反手的必杀。好的，这样的话把血量追回来，两个人在相杀，这一局谁都有机会，但是大门，哎，这个漂亮，这个 CD 反击骗的可真实惠。但是其实他 CD 呢顶的倒没什么，他发出 CD 的一瞬间这个包王有点着急，他在哪着急呢？就是说他怕自己失误，马上取消出反摇臂。结果他不出还好，出了反而是让对方抓住了机会。这样的话，两个人打成了1比1。咱们看看现在，包王还是选择了好了，他放弃了玛丽，而选择了一个莉安娜。莉安娜呢，作为非主流，他打这个10强在某种情况下呢，还有点素质因为他毕竟呢这个下轻攻击以及下重手，包括什么狮吼功以及各种方面的拳脚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打起来吧比较磨叽，就特别适合像包王、河池像这种类型的人玩。好的，咱们看一下原地跳重手，跳可以压制一下，忍一下，两个人连续的踢。这个红丸跟特瑞的这个站轻腿不要看特瑞呢是打的比较远，但是红丸呢也不近。红丸呢还有一点就是防空效果呢打一个提前量，而特瑞呢它防空效果，如果对方一旦提前跳，在空中最高的时候，这个站轻腿不一定能踢到对方。第一时间防空可以，第二时间就不行了。而红丸这个就没事。咱们看现在一个小毒咬3式正身位，想打这个正身位的正常压制像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包王是不会中的。但是这一次呢，是走到对方身前打了一个下盘2点，起身一个荒摇堵住。咱们看拆完头之后跳重手，然后直接往前走，不像。你像有的人玩草地，像老妖，他可能直接打一个站重腿，或者说是这个像跳重攻击过来之后再一个跳重攻击，或者是下轻腿再下重腿这么打。但是呢，他呢是往前走一步，让对方以为他要再起跳，结果打了一个下盘2点。咱们还打晕反跳回来，但是大门，这就是传说中想秀没秀明白，然后又被对方躲过了一个无视必杀。这一局河池明显是装逼装肿了这没装圆就是。跳过来，刚才呢是破了一个 bug 阵，连续的下轻手推一个懒子山，这个懒子山抓完之后呢就死了。其实刚才草剃打晕这个多好你就乖乖的打一个重手2段踢，或者跳重手2段踢就不行了吗？还往前打一个反跳，然后再跳回来，我撒谎儿的，我感觉就是真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就真正装逼可耻，你知道吗？这事儿我不说谁知道咱们看现在这边大门。跳下来轻攻击，红丸呢作为一个少女杀手，咱们看这个跑抓蓝之山非常帅，而且能把对方抓进角落。这一大门明显就是已经不用莉安娜了嘛。好的，但是还是下盘2点接雷光拳。
尽管这一局还是有翻盘的机会，但是血量实在是太少了。看看莉安娜，她还有一颗气棒身。你看莉安娜啊，摇头晃脑的，跟吃摇头丸似的啊！一蹲在那儿啊，这个莉安娜她牛逼就在哪儿呢？她一蹲在那儿啊，就开始左右晃头啊！你们不信可以注意一下啊。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刚才慢动作显示，连续的偷下盘，骗对方起跳，下重腿之后马上一个狮吼功啊，还有一招大喇叭，接上了一个这个新浪的这个认证啊，大 V 啊，接上了一个 V 字斩。你看那时候啊，与时俱进啊，97年的游戏啊，不能说97年游戏，咱就说这个莉安娜啊，这个设计必杀的这个人就知道啊，以后微博肯定带大 V 啊。但是其实我想说啥啊，这个莉安娜呢想显示什么呢？她穿的是 V 领啊，这个胸部呢啊是仅排在不知火舞什么夏尔米啊、安哲尔这些人之后啊，但安哲尔好像比较小。好了，咱们看看这次升龙轻腿的弊端就是一旦对方站姿被你升龙腿打中，他不会倒。这是最讨厌的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偷下盘，连续的怼，跳过来，再连续的跳，这是终于忍到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啊！终于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啊！咱们看狮吼功跳过来，连续在卡位，但是这个掏裆手啊，确实是判定非常高。缺点就是掏裆手呢，它是发招快，收招也快，但是缺点就是它收招太快了啊，以导致于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判定掌握不好。不过呢，对于高手来讲，下重手发挥的好的话，几乎就是没有破绽。咱们看看现在特瑞做首发，把对方压得很死，闪身出来，好的，再掏一下狮吼功，你看蹲在那儿，然后左右摇头，漂亮一个直接的跳重腿，然后站轻腿封住对方招。咱们看一下摇完头之后腿把原地起跳，这就是说带位移的招式，它的缺点就是一旦位移这个，比如说能量冲撞、挥空之后就会非常郁闷。你像带位移的招式有很多，像你像包括像大门的里头，像那种跑头，或者说像拉尔夫的站 CD 这种带位移的招式啊，就包括克拉克这个站 CD 都一样，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效果，打不中怎么办？就会非常郁闷。好了，第26空接站中手，这一局我包的莉安娜刚想说要立功，但是被打成了残血。看看闪身过来，起身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起跳或者是抢招，一个站中手直接掏死。这样看这一局只剩下一个大门，不过呢，对于包王来说，大门呢是绝对主力，所以说这个大门呢应该有翻盘的机会。看看草剃两个接棒身，前直接打了一个超大外割。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超大外割之后的 bug 阵啊，但事实上这个招很少练。咱们看一下，毒了土打晕了，抱歉，下重手二段踢啊，波利嘎下轻手挥空，直接要去深井兵啊，这个啊，好在咱们还是没有再打这个荒咬第二式，然后再下重手挥空出这个大蛇踢必杀，否则啊就是打成了这个死机就非常郁闷了啊。这是挺帅。其实呢，这个在97当中晕值非常高的啊，除了像那个什么天地什么伏虎什么霸王拳，不知道是什么什么名字啊，咱不知道那什么，那个就是强制晕，那个就没招了啊，不像那个，你像基本上晕值比较高的独乐图算一个啊，独乐图。你刚才你看你打大门啊，一个独乐图，然后呢打逆向跳重手重手二段踢，然后再独乐图就能把大门打晕，对方还没有费到半管血。所以说这个晕值啊，在某一时间的爆发啊，非常的牛逼。咱们看下盘过来，好的，咱们看现在这一局我包啊也是选择了这个草剃精上场，效果呢看看怎么样？踢一脚没踢过来，被打了一个地头打转身，但是现在还给对方一点血，一个 counter 过来没有接招，后跳地直接打对方蹲防，站轻手两个人相杀。草剃这一局有点怎么说呢，还稍微水了一点啊，因为对方还剩下将近半管血，加上血之后，你看啊，这半管。好的，落地低点位的升龙，再往前压。科瑞现在需要的就是打组织进攻，因为红丸这个人呢本身套路比较少，打防守呢稍微犀利一点点。不过呢，你看，尤其被对方掌握心理的话呢，这个红丸就非常郁闷了。角落里呢也是挺难脱身，跳过来有 counter 接跳 CD。这一局河池的特瑞打的有点太凶了，看看一个气功，再顶过来，这两个人就是朝天脚，这个你一脚我一脚，哈哈，就是脚啊！我给大家起个名叫饺子啊，就那个梁家辉啊、杨千嬅那帮人演的啊，吃那个饺子拿那个啊，也不说了啊，这说着说就跑题了。咱们看现在这边玛丽
啊，这个玛丽呢也是，类似于像这个人工少女啊，不是人工少女啊，不是人工少女，是这个波动啊，不是波动，是真实女友啊，是真实女友里面她第一个女友啊，长得有点像，她短发啊。等下下盘过来，好的一个钢 CD， 这种情况下呢，啊漂亮，又是抓住了对方出招的机会。红丸这个人呢，他第一时间起跳的高度啊是非常变态的，咱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必杀。被对方钢 CD 之后，原地后跳打这个轻腿下轻腿，直接接必杀，连续的2个必杀啊！这个玛丽呢是被掏的啊，有点懵。其实，在某种情况下呢，玛丽呢是比较被这个红丸克啊，因为玛丽呢作为一个少妇啊，这个红丸带电，你想这个宅男废纸啊，少妇费电，对吧？这事儿你们也懂。所以说红丸比较克他啊，一般基本上你像男人低色柳接上这些招式啊，打玛丽都可以接上，而且呢，这个你像这个。玛丽呢也被东丈克啊，因为东丈呢跟特瑞关系，对吧？你看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个旋风必杀大重手旋风必杀可以接这个升龙啊，就是各方面显示啊，就是确实是相生相克啊。当然咱们看现在这边跳过来配高。草剃呢，现在作为收尾，这一局大门可占优势了。后跳防御之后呢，直接一个天地反 bug 阵呢是成功。这个距离呢，他打 bug 阵，对方不可能出现斜下重腿，能打到他的局面。所以说，咱们看一下河池现在是在勾引河池，后跳地打一下被刚。草剃呢现在走过来想要打地头，但是包王并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拆头，漂亮，直接头上扶起手重腿挥空打蓝之山啊，不是打这个地雷阵。咱们可以看一下啊，第一次忍，第二次起跳，这一次呢，这个草剃就并没有像这个老妖或者是像自己以前的打法，他还是选择2次起跳，他以为对方不敢出招，其实这个高手跟高手之间对决拼的就是这个细节，有的时候呢，你按照正常的打法，对方可能会防范，你不按套路出牌反而还可以，但是这一次呢，他按不按套路出牌的，反正对方也拼了，因为你就剩这么点血了。对吧？我赌我失败了，我还有机会；你失败了就没有机会了。咱们看现在下新手推这一局，包王草剃刚上来就被堵进角落，好在是现在再逃出来，再跟过去。这吃完柚子啊，就是说一说话，这个口水就满了啊！这怎么搞的啊？感觉这个柚子有点问题啊，有点。咱们踢一脚，前倾漂亮。包王这一局拳脚方面发挥的非常出色，咱们看刚 CD 腿把，然后呢后躲开一个位置，两个人相杀，跳地拦空，然后前倾腿，就明显看到这个河池在打蹲姿啊，这个太赖了。而这一局包王草剃呢是一血前耻，起身反摇 A 打对方架招，但是对方并没有出招，第一时间起跳呢被拦空。咱们看现在这边跳轻腿摸一下，就连续的下轻腿啊！你看这个莉安娜再对招跳过来，下盘2点。其实他这个跳轻腿可以接重手2段踢，效果要比这个无视必杀来的实惠一点。可惜包王并没有这么一个想法，而选择直接的2点接必杀。好的后跳 C 打蹲防，这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如果一旦他如果说想打这个原地跳地接必杀的话呢，如果一旦失误就会很郁闷，而这个后跳 C 不会。但是尽管这样的话，草剃还是以一点残血的姿态进入到对方第3个任务当中。2比3之后，包王领先之后呢，这一局打出了一个1v3的优势，但这个地头打的有点莫名其妙。据我所知，包王的猜头技巧啊，是这个拆头技巧是非常的这个实战经验是非常足的，但是没想到这2次啊都是被打的有点懵。好，咱们看现在这边大门刚开局就往后撤啊，杨沙子啊。一闪身过来，想打头上符啊，拆头，往后跳。你看这太龟了啊！这大门，这种大门是怎么是西班牙的大门呢？这大门太嘚儿了啊！好，就你看看啊，踢一脚往，你看，哎呦我操，这黑衣附体，好了，2段踢打他妈的，升龙好嘞，但是没有晕啊，很可惜。在这蹲着，刚回去，前后掉地，你看这大门。现在虽然说有点劣势，好的架一个招，正身位打跳 CD 大门，好的漂亮，站重腿。不过呢，可惜了啊，就是对方还有一个红丸。你说这大门玩的，我只想对你说，去年买了一个表啊，就这个大门玩，说实话，但是玩的是好，真是。你说这样的话，你能不膈应吗？你就记住啊，千万不要仇恨你的敌人。你像那个教父里面不说过吗？这样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是吧？你说。要我的话，我就操你妈！我就当时我摇杆直接拉右上，你知道吗？一顿跳 D、跳 A、跳 B、跳 C、跳 D 的，就这个啊！但是肯定得死老惨了。咱们看现在这边红丸，2个人开始互相踢啊！这广播体操这踢腿运动啊，看，
啊踢就是踢，还这个超低攻空投，连续了2次超低攻空投啊！这红丸打的又猥琐了。这从2比3之后，你可以看到包王扬沙子啊，明显就是不想好好玩了。但是话说是不想好好玩，但是这就是好好玩的凭证。那我想赢我就这么玩，对不对？咱们看踢，时间啊！这个战 CD 打完之后啊，草 T 心已经凉一半了啊。最后呢，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啊，咱们看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啊，作为朋友啊，草 T 星、大门和红丸啊，作为你们3个作为朋友啊，不带这么坑朋友的，你这太嘚儿了啊！你这坑朋友就好比那个我的老千生涯里面那本书里面那个宝林上来坑那个主角一样啊。两人关系感觉好到爆，就是坑他啊！就这个事儿，我不说谁知道啊？咱们看现在好了，河池这一局，哎，换套路了啊！选了一个97里面这个最激情的2个男人，一个是东丈，还有一个呢是拉尔夫啊！一上来啊，就是喝个啤酒啊，咚，哇一撇，然后带个头带。黑客都得撒他的亏啊！就这个啊，你就这种男人啊，非常给力啊。还有一个就是东丈，我也说过了啊，因为东丈的这个人呢，对吧？这个挑衅的这个招式啊，很这个无耻的神韵啊，确实跟我当年有一拼啊。这个挑衅啊，一脱裤子啊，这个事儿吧。咱们看现在这边原地跳一下，草地好的这个架招算到点子上了。这个架招我觉得河池输的是心服口服。咱们看一下防住，这是下重腿直接荒咬。就知道你要出钢 CD， 就是干，就成天火车站啊！好，咱们看现在这边2比4之后呢，河池首发又是出现了一点点失误。不过呢，看看特瑞呢上来是没有气，两个人交换位置之后，现在开始用轻攻击，特瑞也开始扬沙子。好的，毒了图过来，但是重手能量冲撞反摇踢一脚要晕，再打1点，可惜没打到一个轻攻击，还差一点点。不过呢，对方也只剩1点血，毒了图逆向回身落地。这个特瑞呢也是回身打了一个战重手，其实这个战重手打的还是蛮苍白的。咱们看这是印度尼西亚的地图吗？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不知道是不是安达曼群岛的人啊？你看那个女的啊，这黑不溜秋的啊，但身材还算不错啊。不是，我就想啊，我就想现在你很多人说去东莞去那啥，你们玩过黑妹吗？就是黑鬼你也要啊，这关上灯都是一样的啊，黑鬼啊。咱们看现在顶一下。这特瑞就连续后我下啊，后跟位，反正他发招都是后字辈的啊，都是后什么之类的啊，后我 Kinsa 啊，旺撒口啊，但是这个旺字辈的啊，咱们看腿把过来，前冲打地头被拆，前冲升龙，大门有点太激动了啊，结果是刚 CD 了，如果不刚 CD， 特瑞早死了啊，你还哪有这功夫给这摆呀？头下盘再刚，大门看来我包呢还是继承了他师傅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啊，就老出钢 CD， 有的时候出钢 CD 挺嘚儿的。好的一个大灌篮，尽管这个样子，大门一直在挨揍啊，但是呢，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啊，这个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啊，这个大门再次的获得了刚才那一局的胜利。哎，咱们看这一局这个草地打的就有点意思了啊，他径直的躲过了对方的站重腿，而跑到对方身前下轻腿站轻手接必杀，这个血量呢也正好啊，就这个意思啊。好了，咱们看现在下盘2点，这河池激了啊，这多少个无视必杀了，就各种无视对方啊，无视存在啊。好的，升落2点，接奈落啊，他是打奈落才能接上，或者说第一时间跳重腿。咱们看现在这边摸一下，回身下盘2点再无视必杀，这个。我给这红丸起个名字啊，叫2阶堂龙套，精神病啊，这个红丸就明显就是这都是演员，你知道这红丸最佳男配角奖啊，这就没啥好说的。3比4这一局呢，包王输的有点冤，这红丸有点逗啊。好了，包王再次的选择了玛丽上场，不过呢，如果你看啊，他就有点嘚儿了啊，他应该把玛丽首发，红丸殿后。何苦呢？你把玛丽首发留给红丸，还能多留一颗气，多好啊！何乐而不为呀？是不是？对不对？咱们看现在，又是特瑞对红丸2个小5强之类的对拼。要让我说呢啊，新手上手的话呢，应该是这个红丸上手比较快，而特瑞呢，虽然说也不慢，但特瑞呢，如果说你不带无限连，那就比较傻了。好了，咱们看看现在，给直接给秒杀。
机会呢，其实就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个特瑞呢，刚开始打的有点太激动了啊，所以说呢，你像包王这种打法打核实就是正确的，没办法，因为就是你说包王归核实就不归吗？灰老 K 就不归，因为神归，我跟你说，就是他们才是真正的神归，你知道吧？就是照我的道德经里面讲啊，谁赢谁归，你知道吧？就是你想，就是哎，这个人太龟，然后呢，他打不过老 K， 打不过灰，打不过这个那个的，你说他龟他都打不过，那你说照你们说法，龟就是厉害，是不是？那你照你那个说法是，你懂我的意思吧？啊，当然呢，龟也是一种战术，也是一种打法。我觉得龟是很正常的啊，而且呢，应该不能说崇尚龟。咱说啥呢？有人有的玩法是这么玩，他有他的观赏程度，而龟也有龟的观赏程度，是不是？比如说你困了睡觉睡不着啊，有两种办法，一种呢是看包王和神龟，第二种办法呢是看河池跟华阳，对吧？第三种办法呢就是听小狼姐姐又黑我狼是吧？好了，咱们看现在反摇并没有打 bug 阵，其实打这个特瑞，好的，这个蓝之山抓得很帅啊。其实打这个特瑞的 bug 阵呢，比如说也可以像这个七家社那么打。当然也可以暴气反摇 B， 打法呢这个挺多，但是事实上呢，稍微咱实话实说，有的时候呢不一定非得是 bug 阵就有好处。比如说呢，没有打 bug 阵，把对方压进角落，然后呢起身的时候用轻攻接，刚才就骗了一个对方不敢动，打了一个蓝之山必杀，这就是非常给力啊。咱们看现在，好的一个跟这样的话后哎，应该是后 CD 阵，是这个意思吧？我有点忘了。如果说想打板崎良中杖和这个拉尔夫的话呢，可以两个跟反阵，或者说像后 CD 是后 CD 阵还是后，然后 CD 阵来着？我有点懵啊，有点忘了。咱们最后呢，这个大门还是有点揪住，被这个拉尔夫打的有点不太会。咱们看现在这边4比4，那河池呢？说实话啊，他是刚才那一局，2比4之前赢3比4那一局是靠草替。那刚才那一局呢，其实特瑞跟拉尔夫发挥都是非常不错。咱们看这一局呢，两个人打成平手之后，包王还是放弃了用这个玛丽，而选择了用这个草替。第二是撩空，没有接占重手。咱们看现在角落里连续的压制，这就是说像非主流呢，他一旦被压制的时候吧，有的时候就稍微显得有点苍白。咱们看现在原地起跳，再摸，这应该打2段贴。这样的话，对方就死了啊！不，刚想说这些有的没的，没想到晕了啊！应该说这个之前也有这个晕点的继承啊。这如果要说不晕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但是打晕了啊，这也没啥好说了。咱们看现在原地起跳奈罗洛逆向回身打下盘，踢一脚。咱们看现在这种情况，独乐图，其实有的时候啊，这样打晕了，这是打晕了啊，这叫啊！哎，咱们看包王，哎，这个逼样，哎，你看。哎，我真事儿啊，我就不是核实，我要是核实，我高低我就摁住那个投币摁住那个头确认那个键，我就左右 AC 上下 BD 上肘杀右上下 BC， 然后上下左右 BA， 哎，我就选他妈30个人，我操你妈，我打死他啊！太赖了啊！好了，两个这2段踢打压制，他打了2套的这个荒咬啊，因为他带火。而这个事儿呢非常赖啊！咱们看现在回身拆头，重攻接这一局虽然说要被1v3，但是就是我持啊还是没有放弃。咱们看一下这风站轻手和底半腿打的这招切换的啊，确实让这个包王也是，你说跳也不是，是往前跑也不是，闪身又还怕对方骗闪身，有的时候也想想怪怪的。咱们看现在呢，虽然说1v3没有成功，但是红丸上来呢是开局打了一个空投，两个人相杀下盘。这一次呢，草剃并没有瞬间接上必杀，可能就是有点想法，认为自己的下轻推可能打不中。咱们看现在两个人显得差不多，而包王还有一个大门踢连续的踢，这个比较开始归了啊，开始啊往后拉，就是抬腿运动 ，AB 闪身过来一个来这个是传说中的男人第色溜啊，不是男人，这是你叫什么来着？鲤鱼当亏了啊，鲤鱼当头盔了啊，就这个意思啊。咱们看现在刚过来，这个莱丁可以压制的，就没有把起身时间掌握好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刚 CD 跑过去莱丁，你不知道自己只有3点图形判定吗？啊，结果呢发的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啊。就是你说这个人说点背不能乱社会，这就不是点背，这是人背。闪身过来，正手独乐图。再闪身，中手再出了图，摸回身打地头，
这跳地这对拼一下，前大门要干什么？没有跟地雷阵，咱们看后跳地，最后一点血，跳 CD 卡空走过来，下盘2你必杀，结束了。这真他妈的5比4啊！这个我包，我只能对你说，我包我送你一首歌啊，包王啊。让我慢慢的靠近你，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傻逼？我的下倾腿打中你，你就是傻，就那种感觉啊！就是我怎么说呢哈，就是我随便想一个调，我就能把这个调给你编圆了，你知道吧？就这个事儿，你说你这10万多个包粉都不乐意了啊！你这把输的啊，5比4啊，终于是到了这个5-4这个国际3-8妇女节啊！咱们看现在摸过来2段踢，欺负对方没有气。其实刚才那个草踢发挥的多好啊，这一下让对方给翻盘了，你这多嘚儿算嘚儿啊！好的，咱们看一下重手，贴上毒咬3式，这一局依然啊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这又是想要骗 CD， 这回何时学精了啊？所以说同样的招式在圣斗士面前不能用2次，你看不看见啊？你这回不刚 CD 了，能量闪身了啊！咱们看时间，这是啥呀？怎么还来了一个人肉炮弹呢啊？结果呢，这个人肉炮弹呢就出现败招之后呢，在空中团身就有这个机会让对方去摸一下。咱们看5比4之后，这一局包王虽然说有一点点优势，但照上一局稍微差一点。咱们看现在踢一脚，人家这2个人其实啊都是在试探对手，看没见啊？打的，这个2段踢节奏涨，这个河池真的是无孔不入啊！真是，我都有点儿，就说河池他女朋友吧，我都感觉本身河池外号叫大卵怪，对吧？卵就是我们东北叫懒子啊，这个事儿咱也没，这无孔不入。你算算啊，鼻孔、耳朵孔，啊，眼睛还有孔，肚这真是啊，何时真是？你看刚才那2段踢第2点，马上出升龙，你都非常果断啊，真事儿啊。咱们看现在这边，你看2个人啊，就是各种踢腿运动。你看这草踢，咔就是一顿踢，扬沙子啊！你这个嘿啊这地啊这都啊这就这种感觉啊！你这个必杀发的，我估计他自己心都凉了啊，跟精神病一样啊！咱们看现在，好的，扣过来，你可以打木鸭，但是这个轻手点的节奏不对啊，木鸭没打出来。怎么看你看啊，这大门。你看这跟中国足球大门似的，蹲那儿啊！又打木鸭，这次又没有成功啊！这估计，所以说这个手法这是讨小鸭破防了，要打晕，你这是完全不给机会，重腿大灌篮，这大门啊，自从进了角落之后就没走出来过啊！就这个表戴在我手上就没走过字儿，这种感觉啊！那这一局我包大门被牵制了个逼形。所以说呢，这个特瑞被称之为角落小王子，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有幸把对方打进角落的话，一旦抓住一个机会啊，那这轻者踮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植物人，就这个啊。好，骗闪身，好，刚才其实何时还是有点手软了，下巴3点就跪了啊，这就明显就直接反摇臂后跳重手。这个玛丽怎么老想咕噜呢？啊，这玛丽咕噜来咕噜去，啊，就这个意思啊。好的，这样的话，这个特瑞是打出了一个1v3，连胜4局啊，包王啊！我包啊，真是啊，啥意思呢啊？就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了啊！这个气势怎么就回不来了呢？这怎么手怎么那么黏呢啊？这个，咱们看现在6比4之后啊，看这局还是选择红丸首发吧啊！你看这个红丸啊，这上来一个软件撒口，结果呢这送了一个小套餐。所以说，你像红丸这个人，他套路啊，他没有气的是他制晕能力呢不算太强，然后指令头虽然说有，但是说他爆发呢只能看雷光拳，尤其是超雷光拳啊。咱们看现在这一局踢一脚，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个，对吧？这个红丸是比较高，但是因为他头发啊比较特殊啊，所以说这个红丸呢这个身高还是一直是个谜啊，一直是个谜。咱跳过来防住，能量冲撞，直接大灌篮。但是这个往前走的这一下有点着急，咱们看一下刚回来来丁 K， 现在时间已经直逼这个红丸是获胜的，最后呢连续了2点下轻腿，在这种情况下特瑞啊就显得没有优势了啊。
就是有的人只能打前期，有的人只能打中期，有的人就只能打后期。你像刚才那种情况啊，这个对方有气儿，然后你没有，你到哪说了一句啊？然后你还没有血，你看这种情况下，明显就是不管前中后期啊，你反正你就记住，时间到你就死啊，你对吧？你想想，咱们看莱丁可以闪身过来，想要抓，点出了一个战青腿，原地起跳重手。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对方有这个小升龙啊，这点是非常赖的。好的，这个站 CD 卡位卡的非常的专业。严格来讲，咱们可以看一下，他并没有气，腿绊过来，然后直接站 CD， 对方第一时间起跳。他利用这个站 CD 的位移啊，掌握的时机非常好。咱们看一下落地爆抓，轻手挥空再过来，但是重手并不是八神的掏裆手啊，所以说这个重手还是略显得稍微弱一点。所以说被对方躲过去之后，咱们看现在一个突利亚。重攻击攻防再库利亚，哎呀，哎，这个原地跳重手啊，每次出原地跳重手打蹲防的时候呢，都是被对方给猜到啊。咱们看一下扣过来，正是为跳地原地跳重手，他非常希望对方如果要是空防多好，腿绊过来，不是，哇，这死的真惨啊！人都说啊，圣斗士啊是同样的招式啊，这个不会中第二次，这何止连中数次啊！你这招明显是给包王设计的啊，就好像那种啊，就河池没出原地跳重手，然后导演说不行，重拍啊 ，action 啊，然后再不是原地，你就重拍啊，就非得原地跳重手啊！你这个是河池也犟，这小孩真倔啊，这小伙真倔啊，这个啊，好，咱们看现在独乐图。好的，刚才这一局两个人也是势均力敌啊，尽管这个河池已经连胜4局，但包王这一局应该能拿下对手了吧？因为爆气之后还有一颗气傍身，踢一脚，前再朝天脚踢相杀，但是有 counter 下盘，这边草剃还在努力创造奇迹。刚 CD 过来，轻攻击在前冲打投技被拆，前冲打投技被拆，再被拆，重手2的踢没有大蛇踢很惨的，我看独乐图过来，大门刚回来，这两个鸡，哎，怎么明显？包王想要抓了，没想到对方失火攻，后面还有一招大喇叭下轻手2点升龙接死了，这一下没有防御的这个感觉了，防不住了啊！这精神病啊，这个啊，这输的真窝囊，我感觉真是啊，7比4啊，太嘚了啊！好，咱们看现在男童宝王啊，传说中上了一个追拳虫啊，传说中的这个小包子啊。好，这个第一时间呢，咱们可以看到啊，他把这个包子排冲，大门收尾。红丸呢，开局跳 CD 打的还是比较嘚儿的啊，对方明显就已经意识到了，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打了一个步步高，然后防空。咱们现在又是要打晕的节奏，直接跳轻腿打晕，重腿特殊技后啊下 Rise Circle KO， 你这个死的那是相当惨了啊！这个红丸觉得这几盘都是在送。咱看这一局小包子来了啊，敲爆大家。这个河池也不慌不忙，哎，这个 counter 好在距离还没有设计好，如果刚才的一个反摇重腿接中啊，就会非常悲惨。好，咱们看一下接上了一个正腿的必杀，下轻手，这个包子要贵。包子开局到现在并没有占到便宜。其实特瑞呢，他如果克这个用空当夹的话呢，用这个气功克啊，挺有意思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如果包子发气功，它的这个劣势并不一定啊，副作用并不一定很大。而你用这个气功被对方跳过来，副作用那就大了。一个跳地接，一个打击头必杀，那是相当的这个伤啊。咱们看现在前轻手打蹲防，轻攻击，但时间快到了，哥哥。我包现在在时间的压力之下，果断的选择进攻。3、2，你瞧吧，大家。最后呢，也是可耻在时间的掩护之下，这样明显一个这个1v3的节奏啊！我觉得我包啊，就是连输4局之后啊，明显这一局也要跪。我包呢头杀白带的肛门，一点复仇的感觉都没有啊！咱们看，但是这一局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个原地跳地打得非常猥琐。你看，也就是踢，好的。突然的一个跑抓蓝之山，这个蓝之山抓的那真是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扰染，人山人海啊！最后还跟上一个站轻腿接这个地雷阵，你打的啊，你是，说实话啊，这是反正常在河边走，是不是啊？哪有不解手的是吧？对吧？常在这个妓院走，哪有不牵狗是吧？你这个意思啊。
咱看现在呢，这边拉尔夫呢作为非主流，其实跟大门对拼拳脚功夫，我觉得还真稍微差点。你看啊，怎么对拳脚，其实大门的判定相当的高。闪身过来，好，来咱们看一下后跳臂直接站，这是一个正常的，然后又是一个蓝之山，而且这个对方的血量已经几乎为一个轻攻击能踢死的赶脚，前冲打对方不敢动，一个直接非常变态的懒子山，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直接反3的机会啊，何池啊，连胜5盘啊，这个。太嘚儿了啊！这已经给打揪住了。咱们看连胜5盘之后，这一局，大门稍微多一点点气，少一点点血，跳过来，两个人相对，但是大门明显是占便宜，因为毕竟大门的拳脚功夫啊，他的血量是比较多。前跑又想普通头，所以大门拆头啊比较好。拆头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利用这个下 ABCD 这种类型，比如下 A 啊拆头就一直点下 A， 基本上普通头就是不会中。除非是捆技，咱们看一下，好的，头上伏地雷阵，朝天脚，这是要反骚，我包大门有如神助。咱们看现在这开始归了啊，往后拉，啊，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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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会儿你仙人跳不出，怎么合适不出跳中手呢？刚才时间要到了，逆向回来中手没打，哎。哎呀，这个其实何池呢，他刚才打的其实很凶啊，一顿虚晃，大门就是不敢出招，然后他出了一个下重手，那个下重手明显是要刚 CD 啊，看都看出来，但是何池啊手太黏了，没敢摁啊，他就生怕自己摁这个跳重手，对方后出刚 CD 给他刚死。其实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且他打了一个逆向都打中了，结果没点重手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啊，心理压力还是稍微大了一点。好了，咱们看看现在7比5，比分呢虽然说刚才拉的挺远，现在又瞬间给拉回来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叫拉回来了？就是说你上厕所啊，你上厕所，突然你说哎有事儿拉一半拉回来了啊，就坐回去了，非常猥琐啊这个。咱们看现在这边包子首发这一局，包王换了进攻策略，好嘞，一个直击的地龙。好，咱们看现在打下盘，哎，这个升龙就想骗对方刚 CD 的感觉啊，想架回去，哎，又想骗，这个何池挺有意思了，何池，你可真行啊，你这说瞎话不来眨巴眼了，刚你在家能说的啊，今晚这个这鸡巴能量冲撞接升龙啊，你这太嘚儿了啊。二哥有点就是哎，我就不相信他就不刚 CD 那种感觉啊，就是不干啊。咱们看现在这边包子啊，对你看啊，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何池的意思是叭叭都是你说话啊，这个给有我们说足了吧？就这种感觉啊，太嘚了。咱们看现在连续的摸，这一局包子打得很硬啊，回身刚 CD 打一下，往后拉，腿半过来再被刚。跳，哎，操！那这次仙人跳成功了啊！保利嘎雷3枚，一个大升龙，打下盘。哎，这个地龙发的非常果断啊！但时间快到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用裤当夹，再往前突。其实包王呢可以利用这点时间呢为自己长3颗气就好了。不过包子的这个无责任长气还是稍微有点慢的啊。这个确实是，你想想啊，咱们看现在。往后拉，这个好嘞，咱们看看现在打下盘，好了，一个第3式飞腿，打腿半过来。这个现在呢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主要是你想这个红丸呢，他对指令头人有一个站姿的克制啊，但是对方没有指令头，就生被打，他升龙不敢戳破防。老二哥现在这一局草地明显已经揪住了啊，已经就完全不考虑对方的这个想法啊，就是干。好了啊，骗 CD 一个反摇打 counter， 这个血量是非常可观的。再忍，拆头，普通再打下盘，来丁 K。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明显就占便宜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包王心态非常的好。不过呢，何池也有一个红丸殿后，这局也说不准啊，也说不准。咱们看现在两个，一个是白头翁，一个是黄头翁。你看，经常头发白和头发黄的，像这个龙2也是啊，一个是头发白，一个是头发黄。淫荡的男人玩拳皇。好了，咱们看现在打下盘，踢一脚，
这个两个护丸对拼就是看拳脚和对于距离的控制啊。但是呢，你只要一跳，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要大跳啊。好嘞，下盘直接敲晕了，哎，这个逼样，你瞅包王，这个逼样，我这个就是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那个。我左手掐刀，右手摇啊，也摇出性高潮那种感觉啊！你看，就直接往前走啊，就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吧，往前走，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气人，这就是气人，你知道吗？就你要是现实生活中你碰到这么一个人，就比我这一板凳子啊，我直接就扔过去了，我说切。那比较那，但是我得事先考察一下，我看看他长得是不是虎背熊腰，是黑社会纹个纹身，就脑袋后面纹个带鱼那不行啊，那惹不起，那高低我就让了啊。如果是那种什么小学生那种啊，什么，尤其是还那种不是体育委员那种啊，你说那种人，我直接我就一顿电炮飞脚大嘴巴撂倒，真是啊，太气人了啊！咱们看一下，可以剪刀脚3连。咱们看这包子啊，现在开始用地龙，因为地龙这个招式呢，磨3点还是比较可观的啊。但是这个在第2点的时候，能量闪身往后闪，这个呢就是在对方最后一点这个地龙第3点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不可触碰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追击。好的，跳波成功，冲腿挥空打升龙。咱们可以看到啊，尽管这个地龙打的还是蛮漂亮，但是呢，就是其实包子最害怕的就是发波的时候被对方跳过去了，这是最讨厌的。好的，快好的，又是出现了一个升龙的 counter， 接上跳 CD， 来丁挺之后走过来打下盘2点，走过来拆头，能量冲撞，咱们看看现在踢一脚，这特位感。你们感没感觉到刚才河池好像是松把了，就给人感觉好像就是给那黄河高架桥上撒把上坡的搁那啊，就不感觉好像是抽烟不玩可能来电话了啊。他往前一走，一个步步高阶能量冲撞啊，太阴了啊，河池啊，这太阴了啊！我只能说这个包王我估计心里有气。你看两个开始啊，你走一步我走一步，你看两个人抽都是说的心吗？听都忘记了这个啊，就是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已经就是磨磨唧唧的啊，咱实话实说的啊，这事儿呢，你懂的啊。好，咱们看现在踢一脚过来，好一个来丁挺，然后呢再往前扑。这个红丸呢，其实我觉得打进攻呢还是有一点点啊，他毕竟拳脚方面上还是不错，有逆上，有下盘这个接这个招。前想跑 ra 骗闪身下，哎呦这就惨了。好在红丸只是单纯的接了一个这个指令头，最后一点血。起身红丸赌大升龙呢，想法还是不错的，但是对方并没有感动。其实列安娜这个人呢，他不着急把你折磨死，因为他折磨死你的招数太多了，不着急。比如说我随随便便一个下轻腿就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这是最猥琐的。跳过来一个小粉红色耐克鞋，咱们看大门。踢一脚，这大门开始归了，踢一脚再往后蹲那儿，啊，就往那一蹲，啊，家里蹲大学毕业的啊。好的，下盘2点过来打一个手刃，Let's go，Let's go， 你看这个音乐啊，配的非常好。腿把过来，跳过来不敢动，这样的话8个刃百发百中，因为8个刃呢像这种人又没有指令头，也没有特殊技，啊，像这种类型的人呢，就是百发百中了，啊，你比如像打红丸啊，但是打红丸呢，因为这个怎么说呢？红丸有指令头，不过指令头实在是太近了啊！这个红丸这个指令头最近需要条件最苛刻的2个人，一个是红丸，一个是八神，啊，但是八神强就强在呢，毕竟呢他呢还是16抓取，红丸反摇前手呢感觉挺好，但事实上呢他并没有这个，他实战效果呢就是给你抓住，然后择你起身，伤害的就那么点儿，很可能就那点伤害就没了啊。包括他的指令头必杀也是非常近的啊，非常弱的。好的，8比6，河池呢再次的把比分超出2分，因为刚才呢已经到7比6了啊。这一次又是开局跳 CD， 我觉得包王能每次出招河池都能猜到啊，每一次这个包王一出场跳 CD， 一出场跳 CD， 感觉好像这个包王就跟卖光盘似的啊，就给他卖光盘啊，卖光盘啊。
有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男的和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就这种感觉啊，这太嘚儿了。各种卖 CD 啊，咱们看现在这边跳起来，这个升龙又有 counter， 但是如果说这个不倒地的话呢，还能再接一个跳 CD。咱们看现在摸一下，你看，你这非常聪明啊！你踢我一脚打轻攻击，对你踢吧，你踢我重手，哎，你踢我重手，哎，你就重手，就这个啊，然后再来一个旺撒口，传说中的小爆拳啊，你就打的非常赖劲啊！咱们看现在这边玛丽打下盘连续推，后跳地打蹲防，轻攻好嘞，这样的话轻攻击接升龙卡住位置，跳过来再轻手接升龙，有点掏脚丫风范啊！跳地好的打下盘，玛丽这一局打的是非常好啊！这个防守反击打的对方真是一动都不敢动了啊！连续2次轻手封空，确实也是非常牛逼。咱们看现在这一局莉安娜好的开局一个爆气，给自己带了一个能力，哎，刚 CD 没有打中，反而不是什么坏事，回身一个爆抓，跳过来点轻攻击重手，再忍，要虚重手接掰呢，就老想原地跳重腿接这个必杀。好的，终于是出现了破绽，原地跳重腿接必杀，预判失误，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不敢接升龙，跑过来下轻手。好的，升龙下扣一个冰波抹血，但是对方第一时间后闪身，不过逃得了初一，没有逃得了15，直接回身一个爆抓。玛丽这一局打疯了啊！玛丽就是有一种这个重案6组的感觉啊，穷追不舍呀。看看这局草剃，我包又牛逼了啊！这一局我包，看看踢一脚过来，好的踢一脚，跳重手踢一个站轻腿，再跳过来。他这个跳 CD， 我觉得刚才出的就是想打对方后跳啊。如果说对方不动的话，其实就是应该跳重腿、跳重手之类的。跳 CD 呢有一个后发招的感觉，所以说对方第一时间出站重手呢就非常占便宜。咱们看一下，出现了破防，2点轻攻击接一个50必杀，再跳过来打下盘，重手一摸，再跳过来打下盘，下重腿接重手。如果要是刚才其实何时还是有点不太稳妥，如果他觉得自己稳下轻腿能打中对方的话，一定就会接上毒乐图，或者说是接这个毒咬，但是他没有接。不过呢还好是一个跳重手直接接死。咱们看现在这一局两个人是同一起跑线上，大门开局抓住一个蓝针山，而且呢把对方扔进一个死亡角落。看看大门怎么打，跳臂重腿的时候被刚，现在大门还是占据很大的优势。跳地踢一脚，好了，被架招正身位，再跳过来有 counter， 一个抓头抓过来，下重腿挥空，想要练反反手的地狱绝了落。咱们看现在这边怎么办？草剃刚 CD， 血量不是很多，走抓被拆，草剃现在还在争取，再被踢，好的一个地头，哎，这赢了！这个草剃太凶了，这尼玛真是。这草剃才是真正的草剃，咱们可以看到啊，一个逆向带落落，正手二段踢，大蛇踢，你看这个气儿来的刚刚好，这个气儿来了啊，这个69了啊，这个，我只能说啊，我包啊，这个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啊，这破摇杆没带吧？啊，你听这种感觉啊，咱们看现在，好了，选择一个姓七甲，名字叫做射的男人。这是你看包王经典招式啊，下轻腿下轻手站轻手前轻腿啊，传说中就是这么一个打法。这七家社啊，据说就这个七家社啊，曾经给灰灰1v3过啊，你想想啊，就是也是非常残忍。咱们看现在这边，哎，这个重手怎么能轻易的打中呢？接上了一个大灌篮，一个敲小背，踢一脚，好的下重手防空。咱们可以这个七家社的这个下重手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像驼背罗锅啊。这个上学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谁会这道题呀？然后下重手啊，老师我会啊。这就是七家社的下重手，知道吧？这个事儿你看你们自己想一想啊，就是老师哎我会还驼着背，你知道？哎老师我知道啊，1+1等于3啊。等于好几亿没答上啊，这种感觉。好的，又是一个，你看开局老想打跳 CD， 怎么没完了？太嘚儿了啊！好，哎，没死，这样啊，你这白送一套技能啊！你这是赔本买卖。虽然说最后一个后跳雷刃拳磨死了啊，打死了对方，但是刚才一个没事打你大姑妈，结果呢没打死，还剩残血，果断一个位移的招式，能量冲撞，反摇腿。啊，咱们看一下这边莉安娜。连续的摸，
闪身，好的，下盘2点直接跟手刃。这一局应该说包王已经激了。好的，这次起身赌升龙成功。你这个连续的升龙有什么意义吗？包王，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的摇杆坏了啊？还是怎么的复读机啊？这是啊，这手太黏啊！咱们看大门，现在已经到了合时的赛点，两个人已经是6-9啊，这个好基友啊，一辈子，被就是那个被褥那个被啊。好的，闪身过来，而且还有8个阵。这是闪身打这个正身位，因为2P 有强制逆向，但是哦 ，V 字斩，原地跳再 V 字斩，但是大门错过了防御的机会，再原地跳地打蹲防，踢一脚后跳地，腿把过来，前起啊，腿哦，这个事实上何时也是咋说呢，还是想快速的解决战斗啊，但是最终呢还是给大门一个机会，咱们看这一次大门。到底是中国足球大门还是谁的啊？你看，好的，刚过来一下，头上服一顶，这残血了，前打腿吧。最终呢啊，这个最终怎么说呢啊？这个还是挺惨的啊。这个本身的被5连胜，然后加上有几次被对方翻盘，翻的有点闷了，有点激了。所以说最后呢情况也是这么个情况。最终呢，何池呢是在非5强的比赛当中。啊，是以这个10-6战胜了包王，啊，事实上呢，小狼也说啊，这个其实就是2个人打娱乐啊，虽然说中间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失误或者说小小的规啊不愉快，但是呢，基友就是基友啊，这个打完了还是好朋友啊，一辈子的好朋友、好基友，是吧？这个意思啊。好了，那今天呢也不多说废话，今天呢小狼心情还非常不错啊，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解说起来稍微奔放一点啊，所以说建议呢这个。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啊，这些听众啊，这个建议呢要在家长指导下来观看啊。就低于60那些观众啊，都是小孩啊，就这个意思啊。好，咱们今天不多说废话了，咱们下期再见。